移民巴拉圭几千就 OK。网络上有很多消息说，巴拉圭是全世界最容易移民的国家，只要存入几千美元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哦。真的假的？如果真的有这种移民政策，为什么很少听到有成功经验分享呢？ Hola， 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移民巴拉圭真的是最容易、移民成本最低的选择吗？这个南美洲国家的签证政策究竟是怎么样的呢？今天就来一探究竟，看看移民巴拉圭是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呢？有些中国朋友可能不知道，其实巴拉圭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，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华语媒体上经常看到几千块移民巴拉圭、世界上最容易移民的地方等等这些资讯，但很少有中国移民分享成功经验，甚至很少人谈论巴拉圭移民的原因之一了。是啊，谈论移民的人很多都是中国移民，有些媒体虽然是有发布关于巴拉圭的资讯，但看下去问下去的话，多数都是一问三不知，然后就推荐其他移民方法啦。就像网络钓鱼广告那样，用关键字吸引眼球的手法。所以对于中国移民来说，想要去巴拉圭是很困难的啦。拿着这个红色小本本，想要前往没有建交的地方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务啊。对啊，别说移民了，连去旅游都很困难啊。但在最近，中国也加入了海牙认证公约，这就让移居巴拉圭从不可能变成可能了。感觉越来越多中国移民还有中介开始谈论巴拉圭的移民资讯呢。既然路已经开通，那想要移民巴拉圭需要怎么办呢？获得巴拉圭居留权主要有两种方式，这对于各国外国人来说要求都基本相同。第一是申请临时居留，申请成功后可以获得2年居留权，然后在21个月之后转换成永久居留。第二是透过投资的方式直接申请永久居留，需要证明在巴拉圭投资7万美元，并提交详细的计划书。看来临时居留没有投资或收入要求，可能真的是几千块就能移民的方法哦。更适合想要体验巴拉圭生活的朋友，例如远距工作者、体验生活、慢旅行的人士，感觉不错的话，在21个月后再转成永久居留也不迟。临时居民需要每12个月至少访问巴拉圭一次，如果无法前来，就要在期限结束前向移民局提供合理解释，否则就无法符合申请永久居留的要求咯。那就是拿到临时居留之后，12个月内要入境巴拉圭一次，然后临近21个月的时候再去一次，居住一阵子，等时间够了就递交永久居留的申请。这个 A 计划如何呢？看来你计划签证的功夫很到家了。 Plan A 就是这样啦，那么 Plan B 如何呢？Plan B 就是一步到位申请永久居留，这个 B 计划比较适合以下2种情况。第一种是希望投资到巴拉圭的朋友，比如购买房地产，既然都计划要买房了，申请永久居留也是很自然的选择。第二种就是想用更短的时间获得巴拉圭护照，申请取得巴拉圭国籍的必要条件就是获得永久居留后居住在巴拉圭3年时间，而临时居留期间的时间是不会计算到3年居住要求里面哦。那就是说，以巴拉圭护照为最终目标的话，就在巴拉圭撒币投资7万美元，一步到位成为永久居民之余，还可以变身加速师，加速2年进度。这样的 B 计划，你觉得怎样呢？欢迎在留言说说感受。下面就来详细谈谈这2种方式的详细政策。我们先聊聊 A 计划临时居留吧。成功申请巴拉圭临时居留签证后，可以获得2年有效的居住权，在此期间可以自由进出巴拉圭，进行学习、工作、经商，还可以获得巴拉圭的身份证，这样在巴拉圭的生活就会更方便一点。如果只是想来度假，享受慢生活也 OK 啦。根据巴拉圭颁布的移民法，申请临时居留必要文件包括出生证明，需要经过海牙认证，无犯罪记录，从颁发日起计算6个月内有效，
通常来说，在原居地的警察部门领取就可以了。但如果是过去3年内离开了原居地，长期居住在另一个国家的话，就要有当地的证明文件哦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我是持有中国护照的移民，但过去几年住在泰国的话，就在泰国申请这个文件哦。没错。如果是有家人一起申请的话，还需要提供关系证明，就是结婚证、子女出生证明。如果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一方没有同行，则需要提供家长授权书，需要由缺席家长签署，说明是允许进行这些事情，或者叫家长同意书也行。以上这些文件都要经过海牙认证，才可以在巴拉圭当地使用哦。当然还需要有效期6个月以上的护照。对呀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不是每个地球人都会有护照的哟。关于护照有效期，建议是1年以上，这样时间会充裕一点，避免在申请过程中更换。如果文件都准备好了，那要如何申请呢？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很重要了。在接下来，我们先谈谈巴拉圭永久居留要求有什么，然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。因为无论申请临时居留或者永久居留，申请步骤基本上都一样。那么 B 计划直接申请永久居留有什么要求呢？除了刚才临时居留有提及过的出生证明、无犯罪记录、结婚证、护照之外，还需要额外准备2份文件。用投资的方式申请，除了钱要多之外，文件也要多。更多的文件，也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认证费咯。首先是银行对账单，证明拥有超过7万美元的资金。第二是提供一份商业计划书，详细说明打算如何在巴拉圭投资这笔资金。但其实在官方网站上，我没有找到明确要求投资多少钱，而这个数字是从网络上各方资料总结出来的经验，相信是个比较确实的参考指标。那么这笔资金要放在巴拉圭的银行吗？还是其他地方的银行都可以呢？当然是巴拉圭境内的银行了，否则会让人觉得没有诚意啊。谁不会开空头支票啊？真金白银转账过来，才证明你是来巴拉圭真傻币的投资者啊。那么商业计划书要怎么写呢？这个可是价值连城的问题啊。这个是当地移民律师、中介们的价值所在吧？呵呵。对啊，在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，能够让你撒币撒得更有效哦。那有没有规定需要投资什么东西呢？只要在商业计划书中写清楚你构思的宏图大计，理论上是可以投资任何东西。巴拉圭工商部会对银行对账单、商业计划书进行审核，以确认是符合 SUICE 制度的标准，然后会签发投资者证书，承认你是个合资格的投资者啦。那这个步骤是要在前往移民局递交申请之前就完成的吗？对啊，需要先在工商部预约递交资料，等候审批成功再去移民局继续申请流程哦。想要大撒币也不容易啊，还得经过多重关卡，验明正身啊。当准备好一切文件后，要去哪里递交申请呢？无论是要办理巴拉圭的临时居留或者永久居留，申请人都需要前往位于首都亚松森的巴拉圭移民局递交申请，或者在巴拉圭各地的移民办公室也可以，但大部分的申请审核程序还是会在亚松森进行。这样看来就要去巴拉圭一趟咯，选个时间买张机票去看看吧。且慢，这位持有红色小本本的朋友，请申请好签证再出发哦。好吧，那如何申请旅游签证呢？由于中国与巴拉圭尚未建立外交关系，所以中国护照持有者就需要在第三国的巴拉圭领事馆申请旅游签证，才可以入境巴拉圭办理移民手续哦。想要申请签证，就要先申请签证，搞得我好混乱啊。这样就乱了，淡定淡定。来看看申请旅游签证的要求：住宿预订单、往返机票、银行对账单或者信用卡、有效期6个月的护照、白底照片1张。
真是多亏有了红色小本本啊。因为是需要前往第三国才有机会申请巴拉圭的旅游签证嘛，所以很多朋友都是先前往南美洲其他国家，例如厄瓜多、玻利维亚等等，然后在当地提交申请。但现在厄瓜多对于中国护照也取消免签啊，也就是说，想要申请巴拉圭的签证，就先要申请一下厄瓜多的签证哦。按照这样的节奏啊，很快就能拿到签证大满贯了。全部页面都贴上签证盖章啊，这也算是小本本的额外福利吧，哈哈。那如果是台湾护照呢？台湾的朋友这方面会更方便一些，由于台湾与巴拉圭有建立邦交关系，持有台湾护照是可以旅游免签进入巴拉圭90天哦，而且在台北就有巴拉圭的领事馆，文件认证方面的事情也会比较方便。如果在巴拉圭移民递交申请后，大概要多久才能拿到居留权呢？根据一些网友分享，通常来说大约3个月左右，如果是投资移民的话，可能会快一点，大约3-4个礼拜就可以搞定哦。哇，真是有钱使得龟推磨呀！大傻逼的效果又加速一次啦。在这期间，你可以选择留在巴拉圭等候，或者在国外等待，之后回到巴拉圭领取居留证，然后在警察局申请身份证。现在都很清楚啦，移民巴拉圭从不可能变成可能，也是一个飞跃呀。现在距离出发就差一个签证啦。哦，不是机票吗？要什么签证呢？当然是厄瓜多旅游签证啦，因为我们所在地厄瓜多就有巴拉圭领事馆啦，那就可以来申请巴拉圭的旅游签证，顺便前来跟我们喝杯咖啡聊聊天啦。快来看看这支影片，帮助你了解厄瓜多签证真实情况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Ciao。拜拜。